来，吴医生的极小系列铁甲龙重涂版本，这一回吹破天的配色，盒子外包装跟原先是差不多的，纸品一张说明书，磨砂材质的人物卡。吴医生的这个小匣体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这些小配件、兄弟什么的都可以搭载在整个一个收纳起来的效果上，非常的有趣啊。也不用担心丢了。如果你有多余的52 Toys 那透明匣子，也可以把它装进去，尺寸是刚刚好的。那我们来开始变形拆解一下吧。咱们先把它的这些配件拆下来，左右这里先拔开一点点，夹着中间的这个小扣子，然后后边这里还有一个插点。咱们把小弟拿下来，变形很简单，嘚儿，哎翻了，嘚儿往起一立，这小人就算变形完成了，嘿嘿，立在这儿。接着往下摘这两个背泡，后边这儿有一个扣子连接着，下边这里还有一个插合的凸点，属于双维度结合啊。先拨开这一点，再拆开下方，拿出来，然后拆开大爪子，侧面这个地方有一个插扣位，拨开，然后整个把腿拧下来。脚丫子90度翻转过来，这一块呢就挺不好翻的，用个小工具撬一下。老记忆的是一个电动玩具，这两个脚丫子相当于支撑着铁甲龙自动走动的那个，但是在动画片里边也把这个造型刻画还原了出来，所以后来设计铁甲龙玩具一般都会有这个中间的紫色脚趾。接着脑袋下巴这里有一个插扣，我们把它拔开，头整个的立起来，胳膊打开，不能算胳膊，前肢在这个关节轴这里插着一个扣子，这里卸开，往前翻折，小指头掰开，肚子这里就可以把这个小弟再扣上去了。翻折尾巴，打开背后这一块蓝色的盖子，这一节先翻转180度折出来，然后再打开这块蓝色的盖子，再翻一节。还没有完，这上边还有一个尾巴尖儿，突突的，把它也翻出来。最后一步，我们把这个脚立起来。这回吹破天的改模部位啊，就是这个脚了。里边有一个滑槽，我们先把它拉长，再把第一段轴往前折，再把里端这个尖儿抠出来。好，拉到头其实是有一个卡的位置的，所以呢，其实这一款也是比较注意的地方吧，毕竟是透明材质制作的，这个地方有穿轴，折的时候要小心一些，别把它崴断了，尖儿还是挺细的。嘴巴给它张开。嘴里边的泡，舌头泡稍微撸起来，最后掏出两个小背泡来，把这一块折开。小背泡其实还是一个弹簧发射的，下边有一个小钮，抠一下，嘚儿把它弹出去，插在后背上。非常可爱的一个造型，曾经在刚出原色版铁甲龙的时候啊，这个小可爱就非常的破圈吧，而这回换了吹破天的配色呢。首先颜色方面用了一个非常黑的一个纯黑底色，上边点缀了一些荧光绿，以及原先紫色的位置换成了这种深蓝色的。其他的机构方面并没有做太多的改动，也就是把上边的这个角换成了折叠式的更长一点的角，这也是为了还原当时吹破天的这个更夸张的造型。嘴巴这地方牙齿有涂装，可以开合，活动的范围其实还是挺大的。四肢也有不错的活动空间，膝盖、脚踝这些地方的接地也都有。而且吧，腿为了造型，你可以摆开八字接地呢。它这一块其实是有一个翻转的变形关节，当然你也可以用到这一块胯部一个上下拉动的双关节，我们往下搓一下。这个球形关节和轴的双关节打开，就可以撇出更大的幅度了。龙形非常的可爱啊，基地模式的变形也很简单，还是我们先把这两个小背泡摘掉吧。脚这个地方的收纳位置，注意先折第一段，
把这个尖儿窝到里边，再往后折，然后再往下压，这样才能平平的收纳。不然你变成匣体或者其他形态的时候啊，上面会支棱着。然后把脑袋翻折过去，肚子整个胯部这2片轴打开。下边这一块跑道呢，我们把最后一节尾巴尖儿收起来，然后这块蓝色的盖子翻下来，把它的跑道撸出来，2个前肢顺着这里撸直就好了。大胯这个地方，腿部1劈2，从中间的插扣打开，延展出来。脚后跟这里呢有一个小泡，我们把它翻出去。这一块原先的这脚跟我们再折叠回来，那两边一样的变形。然后我们摘掉这个小车，从脖子这里边再转一转，抠起来，把这一块的主炮给它撸上来，再把小车插回去，准备顺着这个跑道出击。然后掏出这2个肩炮，我们折叠回来，插在这一块的前肢肘部关节。好，这个基地模式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所谓变形金刚的角色，只要有3个跑道就敢叫基地啊，铁甲龙也不例外。当时记忆原始设定就这么做的，所以呢，也是能模拟出来老记忆玩具的那种感觉，还挺有样的吧。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变形，继续把这个小车拔下来，咱们把它变成后来在 IDW 时期新加的这个战舰形态啊，腿部依旧对折，把中间的扣子记得插到底，咯嘣一下锁住它。然后呢，小炮先折起来，腿部整个的往后放，脚尖儿、指甲折下来。注意看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轮子的，我们把这一块旋转一下，下方这里腿部也有一个轮子，折开，把这一块的扣子结合起来。那这2个轮子我们就摆到同一个方向了。另一条腿也是把这一边的小轮子先给它扣起来。前肢的这2块呢，这里有一个洞，我们顺着这里翻转过来，用这个肘关节把它固定插上，爪子放平，扣在这里。最后把主炮再插到这2个洞里面去，相当于一个大型的战斗要塞吧。这一块的变形我跟官图变得有点不太一样啊，官图是把这一节尾巴也收进去的，但是在当年 IDW 铁甲龙啊，它尾巴这一块做了一个类似于仿另外一个头的设计，所以也是把这一块柠檬黄的涂装把它当成那个的眼睛，变成这个样子的大型陆地战舰，看起来也是挺帅的嘛。小巧玲珑，变形也是比较简单的，而且几个形态下来，虽然都是 Q 版化，但是样子也算是有模有样。之前咱们还研究过，把它变成了其他的什么蝎子了，各种各样的形态，那个也是在原色版里边有演示到。来说一下这一回的重涂版吹破天吧，也是把颜色全部更换了之后啊，会更接近于吹破天的那个设定感觉，再加上这一回的大脚替换出来，这透明零件还是非常有张力啊，长长的这根脚霸气十足，但是在你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根部的这个透明零件的转轴，这个地方毕竟太细小了，很脆弱。其他方面来说，还是一款非常可爱的玩具啊。尤其4变形态下，当你变成匣体，还能把这个小弟完全的隐藏收纳在匣体里边，这个是让强迫症非常满足的。那么得嘞，这款无一升级小系列的吹破天就是这样了。